我是真的沒有想到，原來把大棗和花椒搭配在一起煮一煮，作用居然這麼厲害。農村老奶奶的土方法不得不讓人佩服，省錢又實用，一起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這裡是鵬鵬美食坊。大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，同時也是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。它含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纖維、維生素、礦物質以及多酚類物質等等。平時很多人喜歡用它來煮水、泡茶等等，因此深受很多人的喜歡。而花椒，它作為我們廚房中必不可少的一種調味香料，具有去腥增香的作用。其實它也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，相信很多朋友在藥店裡面也見過花椒吧，尤其是在咱們四川更是特別受歡迎。而今天我們要把大棗和花椒搭配在一起，不知道這種做法你有沒有見過呢？如果沒有，那麼別走開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先準備4到5顆大棗，加水把大棗表面淋濕。接下來盛一勺麵粉來洗，因為紅棗表面有溝壑，凹凸不平，特別的髒，所以清洗過程可以用一個刷子來刷，這樣就能把紅棗表面刷得乾乾淨淨，並且刷洗過程中，因為麵粉它的吸附作用，這樣就可以很好的把大棗表面的灰塵給它吸附出來。不知道平時你們在使用大棗的時候有沒有用這種方法清洗呢？如果你平時沒有，那麼一定要用這個方法來清洗哦。因為無論多有營養價值的食材，如果清洗不乾淨，那麼也相當的不衛生，也不健康。所以我們在使用之前要給它這樣刷洗一遍哦。看一看刷過之後到底有多髒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看一看盆中的水是不是已經變得特別的渾濁了。最後，我們再把紅棗給它撈出來，然後再用水沖一沖就可以了。這樣紅棗就會被清洗得特別乾淨了。然後把洗好的紅棗放入碗中，這裡用牙籤在大棗表面給它戳一些小孔。這樣有利於大棗當中的營養成分徹底釋放出來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選擇用剪刀或者菜刀把紅棗給它切成小塊。當然，無論你用哪種方法，紅棗我們也需要給它處理一下哦。因為紅棗它個頭特別大，不處理的話，它當中的成分是不容易被釋放出來的。直到每一顆紅棗都處理成這樣即可。接下來準備一小把花椒，這裡建議20到30顆左右就行。如果太多，它口感會過麻。洗花椒也非常的簡單，直接用漏勺給它盛住。接下來再用一勺水來沖一沖就可以了，只需要冲去表面的灰塵。因此洗花椒其實是非常的簡單。洗好之後備用。接下來先把紅棗放入鍋中，然後花椒粒也倒入鍋中，然後加入純淨水，大約在500到6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後蓋上鍋蓋，先開大火把鍋裡面燒開，然後再轉成中小火，給它煮10到12分鐘左右的時間即可。這樣就能把食材當中的成分徹底煮出來。煮好以後，咱們關火開鍋。別說，聞起來還真香，微麻微甜。這樣一鍋紅棗花椒水就煮好了。然後我們可以盛出來，先看一看，裡面湯汁的顏色非常的濃郁，說明食材當中的成分已經徹底煮至水中。
然後我們只需要給它盛出來就可以喝了。喝之前加入1粒冰糖，可以很好的中和口感。再準備5克左右的枸杞，增加它的營養價值。最後把紅棗花椒水盛出來即可。盛上滿滿的一大碗。因為是剛剛煮好的，所以不用擔心裡面的冰糖不會被融化，因為現在的湯汁還特別的燙哦。最後我們稍許用勺子給它攪一攪，這樣可以加快裡面冰糖的融化速度，直到把冰糖攪拌至融化就可以喝了。朋友們，不知道你平時有沒有試過這樣的紅棗花椒水呢？不要小看它哦，堅持喝一段時間會給你帶來大大的驚喜和發現哦。這可是村裡老人們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你們知道這樣喝有什麼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當然了，它遠遠不止於我們直接拿來喝，還有另一種用法哦。將鍋中沒喝完的給它倒入盆子中。朋友們一定要記住，這裡我們不要加涼水，因為如果加了涼水以後，就很可能把我們煮出來的成分給它沖淡掉哦。因此這裡盡量讓它自然放涼，大約水溫控制在4到50度左右即可。現在水溫已經差不多了，我們就可以用紅棗花椒水來洗手了。當然，除了用來洗手，也可以用來泡腳等等。不知道平時你們有沒有使用過這種方法呢？當然，洗手我們要白天洗，而泡腳我們盡量控制在睡覺之前。你們知道用紅棗花椒水來洗手泡腳的作用嗎？趕緊試一試哦。如果你還並不知曉，那麼可以在網上搜一搜，上面有詳細的解釋。怎麼樣，家人們，沒想到吧？原來紅棗還可以和花椒這樣搭配。試完過後，如果覺得還不錯，那麼趕緊把這個方法告訴身邊的朋友們吧。希望這個視頻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那麼就趕緊給我點個讚吧。你的每一個點讚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。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哦，拜拜。